我想从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说一下你为什么应该学习量子力学。我们搞科学的都是这种性格，直截了当，不绕弯的。我给你的答案就是一句话：跟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升级你的世界观。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从那以后，量子力学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它已经重新解释了这个世界，完全改变了这个世界，也彻底的重塑了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如果在未来，人类社会再次出现革命性的突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突破有很大可能是从量子力学开始的。学量子力学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能帮你跟上世界的变化。为什么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呢？我展开说说这个理由的含义。第一，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全部自然科学的知识，除了广义相对论，其他所有的都汇集到了量子力学这里。我说的汇集就是说在物质世界，你从任何一个自然现象出发，层层追问下去，就一定会问到量子力学的领域来。然后量子力学就会给你一个终极答案。举个例子，开车的时候，你一加速，就会感觉座椅在使劲推你的后背，你也就享受到了一种加速的快感。注意问题来了，这个推背感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在课程里面有，我就先不剧透了。这儿我只说一句，如果你想要搞清楚推背感的全部来源，没有量子力学那是不可能的。我再举一个例子，物质的质量从哪儿来？是从秤上称出来的吗？不是，那只是重力。进入太空以后你就会飘起来，体重上的读数呢也会变成0，但那个时候你的质量肯定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人类之前却一直没有搞清楚。量子力学发展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有答案了。所以说量子力学已经解决了宇宙万物的绝大部分秘密。这些让人类好奇了几千年的终极问题，咱们生活在今天的人能知道答案，这是何其幸运啊！当然量子力学并没有回答全部的终极问题，比如时间和空间的本质是什么。不过不管最后的答案是什么，这个世界的解释权一定是由量子力学主导的。这就是我说学量子力学能跟上世界变化的第二个含义。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必须依靠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最新进展。比如量子纠缠，几个纠缠的粒子就算相隔无限远，仍然能瞬间联动，好像无视光速的限制。于是量子力学发现它有时候确实可以不受光速的限制。再比如实在性，实在性本来是说你不看月亮时，月亮也在那儿，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没人怀疑结果量子力学发现这事儿可能不成立。听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困惑？这很正常。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大名鼎鼎的波尔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如果你听了量子力学没有感到困惑，那你一定是一句都没听懂。我说学量子力学就能跟上世界变化的第三个含义是量子力学还在重新塑造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世界是什么样？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我们的世界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等等。一句话，回答这类问题的就是所谓的世界观。关于这些问题，不管其他学科怎么说，我可以告诉你，主导了绝大部分答案的一定还是量子力学。比如爱因斯坦曾经说上帝不掷骰子，他的意思是说世界应该是确定性的，但是他错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概率性的一面。做实验的时候，当你还没有用屏幕拦截一个光子的时候，光子就存在于屏幕前的所有地方。如果你拦截到光子的时候呢，光子就只出现在屏幕的一个地方。你反复这样拦截很多次以后你就会发现光子在屏幕上形成了一个图案，这次在这儿，下次在那儿。你知道下一次光子一定还出现在这个图案中，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光子下一次到底会出现在这个图案的哪一点上。这就说明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就是不确定性的，人类根本没有办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人类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活在过去的观念中了，我们必须坦然面对科学的新发现，我们必须学会承受科学对我们精神世界的冲击。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我很赞同，他说，是理论决定了你能观察到什么，没有理论，很多现象你就算想破脑袋你也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这个时候能够帮你提升境界，给你大格局洞察，让你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最好工具还是量子力学。总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量子力学。当然，学习量子力学本身是有门槛的。不说别的，微积分线性代数这样的数学工具就是必须掌握的。所以普通人学习起来肯定是有难度的。但是这正好发挥了我的长处，由我来给你介绍量子力学是很有优势的。我的优势有3点。第一，我是经过专业训练的。2011年的时候呢，我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近代物理中心。毕业以后我仍然在跟踪量子力学的最新进展。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市面上介绍量子力学的科普绝大多数说的还是50年前的研究成果，远远没有跟上量子力学的发展，而且好多还都是二手知识。而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介绍的量子力学知识都是最新进展，而且都是一手信息，是我直接从论文原文里读到的。第二，我秉承这么一种科普理念，虽然在知识上我没法让你达到专家的懂，但是我不能就这么放过自己，我一定要让你在认知上和业内专家齐平。所以这门课程没有公式，不讲历史，我将直面最硬核的知识，让你像业内专家一样真正搞清楚量子隧穿、量子纠缠、不确定性、互补性原理、退相干等等你可能经常听到但又一直不太理解的名词的物理意义。而且这门课程体量很小，只有14讲，但是这14讲内容已经涉及量子力学所有不能绕开的知识点。我负责任地告诉你，学完这个课程你对量子力学的认知肯定是超过薛定谔本人的。你没有听错，就是提出大名鼎鼎的薛定谔的猫的那个物理学家薛定谔。第三，量子力学如此烧脑，要想讲清楚确实不容易。但是把一件烧脑的事捋清楚说明白，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现在我在运营一家自己的工作室，叫 Sheldon 科学漫画工作室。Sheldon 是我的笔名。我的工作室在1个星期之内把一篇我原先一无所知的研究论文改编成一篇漫画，让读者通过看漫画了解论文的研究内容。我的客户包括 Nature 自然科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深物理学教授，以及他们所在的顶级科研科普机构。为了给你更好的服务，我还邀请了王一老师来当我课程的科学顾问。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物理学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这儿特别感谢他的帮助。现在我邀请你来接受科学世界观的重新洗礼，像婴儿一样重新认识这个由量子力学主宰的世界。咱们课程里见。